老汤极品鲍鱼，最传统的做法。汤汁浓郁，说明你有一定的基本功。汤汁并未完全渗入鲍鱼内部，说明你对时间的控制还不够好。与芦笋的搭配也十分的老套，你只是简单的把两种食材放在了一起，毫无想象。我的想象力是留在比赛时候用的，什么样的人配吃什么样的菜，你丝毫不值得我为你浪费时间。是吗？还是你被食材的价格吓到了，担心做砸，所以选择了最传统的做法？我被一个鲍鱼吓到了，满意了吧？我看你根本不是什么恶龙，就是个弱鸡而已。走吧。站住！你是来找林可颂的？怎么，我认错了吗？那你是？我是林小雨，鲍里斯的徒弟。你这么狂妄，不如露一手。就等你这句话。开始吧。面粉和黄油应该有吧？当然有。咱们那不也好了吗？来，起开，来，哎呀，哎呀，哎。
咱们这好吃吧？咱们那好吃，就是有点烫。流沙包当然烫了，你看沙都流出来了，能不烫？最好吃了。哎，行，干活了，干活了，赶紧干活。好。哎，师傅，你这个工作挺酷哈。哎，你们那儿有没有打枪的？我打枪巨准。哎，师傅，还有多远啊？那个，我想上厕所。行行，到了。这是你宿舍。下一个，注意保护。下一个，哎，小心点。下一个。一起参加比赛的选手都已经百尺竿头，开始更进一步了。我这第一步还没跨出去呢。3天了，每天12小时，重复同一个动作，还做不好，我真的特别烦躁，特别绝望，特别崩溃。并且无奈地接受了自己起步为0这个事实，然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竟然开始稳步地走向成功。终于，不是，我那么多次都一次性测准了，你就不能表扬我一下吗？不行，因为不值得。那你做的事儿就很值得吗？是啊。你在干什么呢？我在实验搭配用的茶品，玉轩每季度都开发出新菜来。江先生，这是李艳助理送过来的点心。你放哪？嗯。点心啊。我能吃吗？你这馋猫！我这些茶品就要和玉轩那些茶点做搭配的。这是玉轩的点心啊，难怪这么好吃。我最喜欢吃甜品了。你说什么？我说我喜欢吃甜品。哎，这个桂花和红糖还有椰浆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吧，就特别的。回你房间去，把基础碰的永远抄5遍。为什么呀？没有为什么，马上。地板要在下午4点前擦干净，不然开餐前地板还是湿的。奥利，江先生，江先生，停手！是什么？这什么？是我让他们加进去的，因为有了甜味，味道更好。加了糖之后，客人们也更……
我只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这样的反应，我为什么要告诉你？那是我的餐厅，所有的菜品都必须要我同意，这不需要我再说了吧？林可颂告诉你的。是。你告诉我，你还敢什么？没有了，只有这个。我没有告诉你，是不想伤害你。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不要再动我的菜品，就算有错，也是我江千帆负责。有我在的地方不会有他。哟，小伙子来了，你是吃饭呢，还是找小雨呢？我是来找小雨的，您一定是小雨的爸爸啊，你是哪个国家人呢？啊？啊，我是加拿大人啊，加拿大。Henry Benthil 的故乡。谁？医生 ，Benthil 医生，给游击队做手术的。啊，白求恩呐。对。哎呀，不错，现在年轻人呐，知道白求恩的不多了。所以我从小就对中国感兴趣，学了中文，来到中国已经5年了。啊，难怪呢。多大了？22了。你来中国都干嘛呢？在美术学院学水墨画。你学水墨画的，跟小雨怎么就认识了呢？我也喜欢做饭，所以参加厨艺比赛了。未来之星那个比赛，跟小雨一样，也入8强了。啊，喜欢做饭，好，嘿嘿，喜欢做饭哪儿靠谱？行了，小雨在后厨，你去找他吧。知道怎么走吗？出门左拐，再左拐啊。哦，好，知道了。去吧，谢谢了。林叔，我看这小柯长得挺机灵的，怎么张嘴傻乎乎的？什么傻乎乎的呀？小雨厉害，得找个听话的。也是，不过雨姐这脾气啊，有的她受了。干活去，走。小雨，你好。怎么了人？哎，鲍鱼酥。你们餐厅怎么会这个呢 ？Victor 来过了，你知道他？欧洲和北美的美食界都知道他，天才嘛。到别人的后厨炫耀厨艺，提前来，单挑宣告胜利。不过，他也确实厉害。不是你今天来干嘛的？我看你被导师选中了呀，想来恭喜你。顺便告诉你，我也入8强了。导师是黄石先生，你听说过吗？没有，我看你过来就是给我添堵的呗。你说他厉害，意思我不厉害呗？不是，只是你现在还不行。你再说一遍。就是你现在还不行吗？出去！怎么了？我叫你出去！啊？怎么了？快！我苛刻严厉，你们不会喜欢我，但是你们越恨我，就会学到越多。我不鄙视南方人，
北方人、城市兵、农村兵，在这儿，你们都被平等看作为一文不值的新兵蛋子，所以你们没有权利和外界联系，听明白了没有？快起来，扛着干嘛？扛着能到终点啊！起来！坐着歇会儿。好，谢谢啊。哎呦，坐会儿。老林，起来，走。哎呦，蒋建藩，我回去要是不弄你，我就不信走。还不错。干嘛忽然送我裙子啊？欺负我于心有愧了是不是？你想太多，这工作服。工作服？穿着这个怎么炒菜啊？没人让你炒菜，想送你去玉轩吃饭。真的假的？我还以为你说话不算数了呢。我说话从来都算数，不过不是我跟你一起去，你自己去。也是啊，你都吃过这么多次了。你等一下我啊，我先拿包。碰钉子了吧？钉子？哎，你这中文呢还不行，刚刚轰你就是碰钉子了。哎，对对对。行了，拿筷子吃饭啊。老板给我。哎，没心没肺的啊！你的导师是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呢？是中国人，叫黄石。我昨天见到他，他带我钓了一天鱼。哦，你的导师啊，够不务正业的啊！是，黄石先生特别任性，想做鱼就要自己去钓，钓不上来就不做了。那他那店里头就没有菜谱吗？还真就没有，每天做什么全凭心情，基本上是淮扬菜，他那儿得提前半年预定。那够潇洒的，但他那个脾气秉性，参加比赛能行吗？黄石先生说，比赛不重要，跟同行切磋提议才是目的。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非常对，小伙子，你是个明白人，记住喽。行了，别光顾说话，吃饭。谢谢叔。这米饭好好吃啊！哎，这个电饭煲啊，是小雨欣买的。煮出来的米饭呢，跟柴火烧似的，特别好吃。喜欢吃就多吃一点啊。那谢谢叔。行，哎，反正你有的吃就行了。哎。3楼。您好，欢迎光临，请问您有预约吗？有，楚婷，稍等。
楚女士，这边走。你好，代理下风味章鱼，名字叫美人如膏，慢用。谢谢。喂，哎，伊丽丝小姐，那个现在餐厅里面好像来了一个美食家，以前我从来没见过他。他现在一边吃着东西，一边在手机里面写着什么。好，知道了。甜点请慢用。谢谢啊。怎么，不好吃？你不是去参加活动去了吗？看来你对我的行踪很了解啊。我已经吃饱了，我正要打包回家呢。哦，正好，我也想去见奥利。趁我不在，竟然派林可颂来试吃，你是有多不相信我？你就那么相信他？我只相信事实，没有的话我跟你道歉，有的话你跟我道歉。林可颂，你吃到了跟我描述有什么不一样？我在那个章鱼的里头尝到了彩椒和小洋葱的味道，我记得你跟我说的是青椒。你怎么说？你徒弟的味觉果然惊人。这道菜，我们一起在西班牙吃的时候就放的彩椒和小洋葱。这件事情我记得，不用你提醒我，我就是不喜欢那种味道，我才把彩椒换成青椒粉末，我也才把小洋葱去掉。你为什么把它放回去啊？为了回忆，奥利，我们的回忆。干杯！为了玉轩。为了玉轩。伊丽丝，如果没有你的话，就不会有现在的玉轩，也不会有今天的米其林3星。3星。3杯酒。3星，好，那就喝3杯酒。3杯酒。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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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You gotta finish the drink. 1, 2, 3. 喝。And one more. 好，1、2、3，喝。好吧，真的没发现。1, 2, 3. 1, 2, 3. 哦，玉轩。我喝了，我喝了，我喝了。Good night, my girl. 晚安。
伊丽丝，你怎么来了？奥利，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我妈妈和弟弟已经等了你2个小时了，你竟然还在厨房，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不起，我没听到。我之前嘱咐过你的。我知道了，下次绝对不会这样。我带他去换衣服好吗？你又来了，奥利。下次，你都说多少个下次了？都100次了，你让我怎么相信你？这是我弟弟和我妈妈，他们第1次到中国，你就这么对他们？你的心里只有你的菜，根本没有我。够了没啊？闹够了就分手算了。小面包还不睡啊？妮娜姐，我睡不着。还有什么活没干完吗？我帮你忙吧。不用。有心事啊？妮娜姐，江先生和伊丽丝的关系为什么这么奇怪啊？一言难尽啊。那他们以前是恋人吗？伦敦宇轩得了3星那会儿好过，没多长时间，上海宇轩开业前就分手了，是江先生主动提出来的。啊，伊丽丝那么美又那么能干，江先生怎么会舍得啊？你可不知道，伊丽丝这个人呐，平时看着挺冷静的，一谈起恋爱来就不是她了。占有欲好强好强的。那段日子，他跟我们住一起，把江先生馋的，恨不得1天25个小时跟他一起，还得说爱他。我还以为她是那种大女人呢，没想到这么没有安全感啊。江先生能受得了吗？受不了。奥利这个人啊，心思都在做饭上，经常忽略伊丽丝的感受。所以2个人就没完没了的吵架。最激烈的一次，伊丽丝把厨房给砸了。好的爱情不是这样的，2个人都太消耗了。奥利完全没有心思工作，就跟伊丽丝提出了分手。奇怪的是，伊丽丝走的那次却非常的平静。妮娜姐，你认识江先生多久了？有10年了。10年前，我在蒙哥马利家做事，有一天，蒙哥马利领回家一个小伙子，说是在伦敦唐人街一家小餐馆发现他的，一定要收他做徒弟。这个小伙子就是奥利。4年前，蒙哥马利去世了，我就跟着奥利做事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也准备休息了，你也早点睡吧。妮娜姐晚安。晚安。江天帆和伊丽丝的爱情真的好可怕。妮娜姐说这是不好的爱情，那
那好的爱情该是什么样的呢？哎，起来了。喂，怎么了？你睡这干嘛？几点了2点了。金先生晚安。哎，给你5分钟时间，刷牙、洗脸、换衣服，等会儿门口见。啊！你要干什么？我们到底去干嘛呀？你动作快点，带你去培训呢，熟。什么培训这么晚要去啊？有病吧？少废话。你不是想学秘籍吗？人家秘籍半夜2点钟学。我要带你去找食材，等到你睡醒，秘籍都采没了。精神点。那今天算培训期，前2天是什么呀？前2天是热身。你知道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在哪吗？就是浮躁。热身能把你身上的浮躁去掉，让你归零，你才有办法学习新事物。懂了没？醒醒。醒醒！喂，吃饭了。你到哪儿了？有机农场。来，醒来。家人早。早。他们都是玉轩的厨师。这么早来选菜有病。来，尝尝。哎，你别闹了，早上起来吃这个胃都烧坏了。谁跟你闹？吃。不辣哎，甜的。这是跟我们平时吃的品种不太一样吗？这青椒跟我们平时吃的是完全一样的。青椒这种东西，从凌晨的3点10分到3点30分是甜度最高的时候。但从它们采摘出来那一刻起，每小时的甜度会快速降低，每小时降15%。原来我们在菜市场买的食材和食材本身的味道原来差这么多。
那你们怎么保鲜啊？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从来不用青椒入菜，而青椒也只是玉轩众多蘸酱中的其中1/8而已。如果非要使用青椒，也只能在它甜度最高的时候打成酱，然后放在有氮气的袋子里，防止它氧化才行。蘸酱1/8都这么麻烦，这人真偏执。你说什么？嗯，你最好快点开始了解我。拿着，以你刚刚吃到那个为基准，去摘出最好的给我。摘错了你要吃掉。嗯，你没听错，去。右边。3点半吃了5个青椒，我长得就跟青椒似的。现在，如果不是让你吃了5个青椒，补充了维他命跟水分，你以为到现在还有力气给我发牢骚？谢谢你啊。不客气。你去哪儿？找蜗牛。蜗牛吃青椒吗？我送给他。蜗牛吃含水的东西，比如说你的脑。到了没有啊？哇，他们怎么都不动了？蜗牛1年的时间里面有半年在睡觉，这段时间它们不进食也不生长。你看到那些大概都1岁了。他们都在睡觉，我们在干什么呢，江先生？蜗牛怕阳光，你怕阳光啊？在白天的时候，即使你把它放在水里，它们也不容易醒过来。就算醒过来，吸水效应也不好，肉质就不会细腻。跟我一样，我一天不睡够24小时，我也觉得我的肉质不细腻啊。是啊，所以当你选择你的同类做食材的时候，要选择2指宽、身形流畅，不要畸形，不要过大。手来。你干什么啊？放到手里掂量一下，重量够沉，肉质才会好。去找。哎，如果我这次找不对，我能不能带回去当宠物啊？如果你找不对，我会把它放在你脑门上。走吧。来吧。哎呀，这么早来跟谁买鱼？海龙王啊？还真的有海龙王啊！你仔细看看。喏，那个就是你说的海龙王，它本名叫敖日新，它所有的鱼啊都是一条一条钓上来的。如果用网子捞鱼的话，鱼在网子里面互相碰撞，表面就会受伤，肉质就会不好。又一个偏执狂。他比我还狠，所有的鱼货都是钓上什么卖什么，没得预定。走啊，船长，收获怎么样？走啊，江先生，收获倒不错，只是很遗憾的，今天的鱼全部都卖出去了。怎么会啊？那上来之后看到的第一批客人不就是我们吗？是吗？你在这儿做什么？早，奥利，我猜到你今天早上会来，所以我昨天晚上就上船。敖船长钓上1条，我就买1条。现在这些鱼都是我的。你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啊？你都买了，那别人买什么呀？你想要鱼也可以，那个送，除非你跟我打个赌。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当然了，恶龙公主，因为我是本届未来之星厨艺大赛的冠军，伊丽丝的弟弟维克特。比都没比呢，你就是冠军了。行啊，赌什么？如果你能把鱼片切成0.1毫米，我就把这些鱼还给于轩。
开玩笑的啦。谁让你哪1毫米？你怎么量啊你？鄂伦公主，看来你的脑袋并不聪明。仔细看好。 1厘米，你要不要量量？差不多，差不多。看看吧，有没有0.1毫米？到你了。你确定你用过刀吗？来，威克特刚展示的叫拉刀劈法，是用一手按住原料，另外一手持刀横劈，一片一片把鱼肉劈下来。这不难，只要注意发力稳当，厚薄均匀。看看，是不是有0.1毫米？ 这维克特他多大？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今年22，他之前上初中的时候，跟他一起上学的孩子，都觉得厨师做的饭难吃，说指定要他做。那年他才13岁而已。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他待在厨房的时间比伊丽丝都长。上初中就会做吃的啦？那这厨艺能有10几年了吧？你说这么有天赋又这么努力，我可怎么办啊？ 我回去练刀工去。行啊，可1个月的时间不够，你也练长一点时间。那怎么办啊？哎，要不参加下一届比赛吧？你这么有信心，下回我还选你啊？没有。我怎么办呀？做好了。这条鱼我们今天做成6种吃法。 鱼腹的脂肪最多，拿来做刺身；鱼背肉质厚实，我们拿来煎鱼排；鱼皮富含胶原蛋白，我们做成椒盐脆片。这个鱼标我们切成薄片凉拌，剩下的鱼肉我们做成点心。鱼头跟鱼骨拿来清炖，听懂没有？嗯。 Like work of art, we sing a song for love. Listen to your heart. Don't bury a secret heart. Show them who you are. Don't hide your feelings for love. Like lonely star, lonely star. 都看会了吗？哦。 这班换你来。是。
一次只能画一条过去，一次一条，不可以来回。啊，一次一条。接下来这连着滚动圈。看鱼。 Show them who you are. Don't hide your feelings for life. Like a lonely star, lonely star. Listen to your hea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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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o your heart. 哎，等等，试之前先猜一个成语。成语？嗯。瞎子摸鱼。摸你个头啦！认真点。 沉鱼落雁。我真的会打你哦。你给我点提示嘛。如果我们把刺身拿来油炸，鱼胶拿来炖汤，鱼尾做成刺身，那请问你会怎样？那你会赚很多钱。哎呀，我知道你想说物尽其用嘛。对，食材是这样，人也是一样，我们要发挥自己的长处，短板要补。 但最重要的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剑法，懂了没有？懂了，能吃了吗？快！好吃哎。哎，吃这个，喝这个。小兰，说这维克特年龄这么小就这么厉害，他是不是天才啊？算吧。我曾经有想收他做徒弟过。那你为什么没收啊？他呀，太过聪明了。你的意思是我傻呗？你呀，傻的刚刚好。太聪明的人不愿意下笨功夫，所以难成大器。哎，哪有那么疼啊？去，把纸和笔拿来，我得写遗嘱了。如果要写遗嘱的话，你自己写。不过导师可以帮你刻墓碑，这墓碑上面就写着“有个傻子倒在自己的勋章下”。勋章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做厨师的人啊，被刀割、被邮件、被蒸汽烫，这些都是家常便饭。伤痕就是我们厨师的勋章。这么多伤啊！小时候我特别怕疼，那是我今天第一次羡慕有伤的人。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所以你才是今天的江千帆吧？我要带着我的勋章去练习了，再见。我练什么呀？厨师讲究厨艺，厨艺还看刀工。按照食材和需求的不同，我们来选择适合的刀具和切法。而切法有很多种，有直刀切、推刀切、拉刀切、锯刀切和摇刀切。而不论是切丁、切条、切丝、切块，任何形状，厚薄长短都必须相同。一方面为了美观，另外一方面
也为了让食材受热均匀，同时入味。等等，从刀尖下去，小心手，中指顶出来，中指。交给我，来。你看啊，当我们说拉刀切，手先摁住，食指顶出来，刀尖先下，往前虚滑，往后拉。弄得不好，中指顶出来，中指，往前滑，往后拉，中指，中间这个厚度就不一样。刚说的每份食材厚薄必须相同，受热才会均匀。再试一下。哦，这样子啊。再试一下。等一下。金枝菊花鱼，鱼肉要刀刀下底，但不能切断鱼皮。油炸的时候要控制油温，还要复杂酥脆。最重要的是，酱汁要做出光泽质感。哎，那是不是学会这道菜，什么刀工啊、煎炸还有勾芡就都学会了？是啊，这道菜是余生厨师的入门菜。从这道菜可以看出来一个厨师的基本素质，还有对食材的理解。你试试看。怎么样？这个鱼肉外酥里嫩，这个酱汁鲜香，好吃啊，真好吃。我是说，让你做一个怎么样？我吃一口就得复制出来，这也太不划算了吧？你少废话，赶紧动手做。小李，出去啊！哎，嘿，哎，不好意思，你吓死我了。哎，你这个地方啊，还真不好找。不是，您是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要不想让人找到，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和电话挂在合租网站上。哎，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当然有事儿。这边人多，咱们边上说。您什么意思？我想知道江千焕的近况。霍利斯，江先生对我不错，我什么都不会说的。既然不错，那你干嘛住这儿啊？江千焕最近是不是出了问题？我是玉轩的人，也是江先生的人。对不起。我没猜错。万一于炫的钱不够花，记得给我打电话。尝尝吧，这个是你做的，这个是我做的。我看得出来。我就跟你说淡了，这道菜非常考验基本功，放盐的量多了少了，放盐的时间长了短了，都会影响到成菜的口感。你自己试试。不可能呀，它放的量明明是一模一样的。
蛋啊！但是你这个味道一模一样，不信你自己尝啊！不用做啊。有问题啊！我说淡了就是淡了，更别说其他方面。油炸不到位，不够酥，淋上鸡丝，口感简直软的不像话。上去，重做。上去啊！做就重做。明明就是一样的味道嘛。向前帆可真爱面子，明明放了一样多的盐，说错了还不承认。可是他怎么会犯错的呢？大成又是故意的，又在考验我吧？这回你再尝一下，这回肯定对了。换衣服，去预选。不是，你先尝一下。只有你自己尝出区别才有意义。志强，写完符号，放下你们手里的活，立刻去做一份精致菊花鱼。好的。句句，过来。是。你拿一份精致菊花鱼的材料给林小姐。好，林小姐这边请。
自己尝尝。你们怎么都站在这儿？是我让他们来，每个人做一份精致菊花鱼，给林鹤松做示范。这个拿去喂猫。干什么？那个连吃都没吃过呢。因为那个就是他应该去的地方。你这样也太不尊重食物了吧？主要我不尊重你，因为你这个菊花鱼不值得我尊重。你怎么知道是我做的？难道不是吗？是，但是你尝都没尝过，你分明就是蒙的。你尝了吧？你觉得他们比你做的怎么样？做的都比我好。你说说，哪个更接近奥利的水平？都比我接近。你的味觉倒是诚实。如果他们参加未来之星大赛，你觉得你赢得了吗？不用担心，他们不会参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爱玉轩，他们爱奥利，他们珍视他们的名誉。志强、希文，我愿意工作。好的。等等，你还没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怎么？奥利没告诉你，食物不仅仅是只有味道吗？这两份桂鱼的差别，就像钻石和锆石，外行看不出差别，在内行眼里可是一目了然。锆石想成为钻石，就是一个笑话。奥利，你带他来玉轩，不只是要给他个教训吧？我快感觉不到咸味了。这次为什么这么快？我不知道。告诉俊斌了吗？没有。尝尝吧。这份你怎么做的？
刚才跟我说，食物不应该只有味道。说的对，所以烹饪的时候，不应该只想着调味。这位厨师刚才是和我一起做的，他在第2次复炸的时候，把油温调高了，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的鱼肉是炸得最酥脆的。还有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熬酱汁的时候，还加入了滚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的鱼肉和酱汁即使在那儿放了好久，不会粘连在一起。错就是你了，你的鱼肉是最弹牙的，这可能是因为你刀工是这里面最好的。切鱼肉的时候，把鱼肉的纤维保存的最好，我的刀工不如你，所以你赢了。肯定小姐，锆石确实成不了钻石，可是锆石也有光，所以万一哪天没注意，被锆石刺伤了眼睛，那可就不好了。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看到他满意的点头，我忽然就有了盼望。我想要得到更多的肯定，特别是他的。有奖励吗？你是小狗啊，是不是还想要肉骨头？是啊。哎，你说我们都是师徒关系了，还一次都没有好好吃过你做的饭呢。那草香味太重那次不算。好，我答应你。我是小公主呀。嗨，你在做什么啊？我在犒劳林可颂小姐。犒劳？说这又是鲜花，又是蜡烛，美食，还有美酒，还有音乐，最重要的是还有美人儿。哎，感动。美人？跟花椰菜比的话，算吧。再说了，我没有要犒劳你的意思。过来坐下。在厨房搞了这么久，还不是犒劳我？无关人员，你能不能先退下？我不想让你影响我的用餐体验。
妈来电话说，我在外面只要好好吃饭，她和爸爸就能放心。妈妈，我有好好吃饭，我吃到的饭，你一定想象不到有多好吃。我感觉自己被疼爱到了，心里暖暖的，好像有什么东西满满的要向外溢出来。我为什么会这么幸福啊？ You are the stranger I want to know. Don't let me go. I would do little tricks for you, only for you. Are the stranger I want to know. From the other world, I would do silly things for you. Don't bury your secrets hard. Show them who you are. Don't hide your feelings for love. Like a lonely star, we play the notes of love. Like work of art, we sing a song for love. Listen to your heart, to your heart. Love is the food for the living heart. All kind of taste we gonna try. Love is the food for the living heart. All kind of taste we gonna try. Love is the food for the living heart. All kind of taste we gonna try. Love is the food for the living heart. All kind of taste we gonna try. All kinds of taste we gonna try. All kind of taste we gonna try. 怎么了？什么问题啊？没有，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吃着吃着忽然特别感动，真的特别好吃，谢谢你啊。能把饭做的这么好吃，我有可能再也吃不到这样的东西了。你是不是傻了呀？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你又怎么会吃不到？再说了，如果你以后学会，你可以自己做给自己吃啊。不可能学得有这么好。哎，我会教你，直到你也能做到那么好为止。真的吗？真的。那你以后能不能别嫌我笨，也别嫌我烦？你确实笨，也确实烦，不过我不嫌，可以吧？可以。我去洗碗。你放了吧，妮娜会洗的啊。哎呀，就这么2个碗。我来吧，我这碗都限量定制的，碎了没得补的。那你洗吧。其实要不是你把我选出来的话，可能一辈子就在我叔叔那个店里洗碗了。孙女是担心上海人民不会洗碗，所以才风尘仆仆跑到这来了。说出来也没什么丢人的。我是为了宋玉然来的。我早知道了。嗯。你10年前的生活重心就是他，现在一切生活的动力也是他。我猜你还没跟他说实话，对吧？你呀，不难猜。来，放过去。
你好，啊，伊丽丝小姐，啊，你好，奥利在吗？方便接个电话？奥利在的，在厨房跟林小姐一起洗碗呢，要不要我去叫她？哦，那不用叫她了。好，谢谢您。伊丽丝，我和你弟弟陪你过完生日，我们就走了。Take care of yourself。奥利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奇怪吗？不奇怪。但是更让人痛苦的是，他曾经说，洗碗是世界上最没有价值、最没有创造力的工作。现在，他是在家里洗碗，他跟林可颂在家里一起洗碗。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是会互相改变的。妈妈，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别再说了。我在电话里听得很清楚，他变得开心，但是不是因为我，是因为另外一个女生，我受不了。是你自己在伤害你自己。奥蕾是一个一向只往前看的人，他不会为逝去的事物多浪费1分钟，你又何必为他伤神呢？我也想这样做，可是我做不到。现在想想我自己真是傻，为了一份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感情，坚持了那么多年。别笑啊！你确实傻，但也很棒。嘲笑我！我是认真的。傻意味着不懂得计较利害得失，不会将选择权保留给自己。人家说什么你都答应了。与其说你相信所有人，倒不如说你从未怀疑过人性。我是这样的吗？听起来还挺好的。是啊，而且十分真诚。你真的在夸奖我？我还以为你又在挖苦我了。哎，命运真是奇妙。你说当时我要是没来上海，要是没跟着小雨去面试，要是我没去杭州，没住亮舍酒店，你没来酒店实习，要是你那时候没喜欢上他，是啊。所以所有相遇都是由千种万种偶然而构成的，咱们都得珍惜。以前我总是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直到今天我吃完你做的菜，忽然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等着我去发现。所以我现在从内心真的特别想做一名好厨师，这样就能把我尝到的美味也做给别人吃。看来你真的爱上厨艺了。行，我帮你实现梦想。你一直在帮我实现梦想啊？明天有很多事，晚了，早点休息吧。江先生晚安。晚安。You are the stranger I want to know. 走了没够 I will do little tricks for